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成。说到自杀才能发动，并且是1换1的替身，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不是第5部的那个外挂替身神仙面板的臭名昭著的 B？ 实际上在第6部也有一个这样的存在，它的名字就叫做地狱公路。这个替身的本体名叫 Sandy McQueen， 虽然说是因为被误判，但他也是因为杀人罪被判在绿海登监狱服刑8年，是一个极度自我并且有着严重自杀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或许正是因为看中了他这种心理问题，才被神父赋予了这种替身的光碟。地狱公路的能力可以说是完美的符合了他极度病态的心理，不单单能完全的发挥出其能力，更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替身面板破坏力 C。 地狱公路本身是一种不定型替身，其破坏率根据其能力必然被限制在了 C，因为其破坏力的唯一来源不像是其他人形替身或者说是物体替身一样，它完全是依靠本体，也就是人类的行为，所以说其破坏力必然是 C。 毕竟其能做出的最大破坏力就是 McQueen 做的最大的破坏力。算了，因为这个替身的特殊性我下面干脆将面板一次性的说完好了。速度 C， 精密动作 C， 持续力 C， 成长性 C， 射程A。 是的，上一期艾梅斯我们说了一个 5A 的祖宗面板，这一期我们说的却是一个 5C 面板。作为艾梅斯获得替身后正式面对的第一个敌人，McQueen 的地狱公路除了射程是 A 以外，其他的面板全是 C， 而原因就在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替身能力上。地狱公路其替身名称来源于 AC/DC 的一首歌Highway to Hell。 众所周知，荒木老师为了宣传他的歌单画了8部漫画，这自然也是其中之一。顾名思义，地狱高速公路。其能力呢是发动后你可以指定任意一个目标，其将会和自己处于命运共同体的状态，不论是自己受到怎样来自于自己的伤害，对方也会受到跟你同样的伤害。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貌似和第3部的那个猎人 Lover 是很像，对吗？其实不然，猎人释放给敌人的伤害呢，首先要更高一些，而且不论是本体受到怎样的伤害都行，而地狱公路的发动必须是本体自发的，也就是说你需要自残。说来也很好笑的同时也很合理，这也正是为什么其面板除了 A 都是 C 的原因。因为不论这个替身的速度也好精密性也罢，成长性亦或是破坏力之类的，其能力全部都是因为由本体进行的自残行动决定的。而人类的这些自残行动你再怎么样都是 C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射程它是 A， 因为不论敌人在哪里，只要你被本体指定了我要你受到替身伤害，你就无法逃脱。根据神父的说法以及荒木老师给出的篇幅介绍，McQueen因为其内心强烈的自杀欲望以及其精神疾病，常人在脑海中的潜意识获得替身能力的时候，都会自发的给自己定下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限制了自己能力的运用。而突破这个界限的人呢，其替身能力都会拥有恐怖无解庞大的范围，亦或是破坏力，更甚者呢是能力。比如要自杀后靠怨念获得不灭替身，那个拥有3无限的噩梦级替身。你再比如以观察人类死亡为乐趣，没有底线的施虐狂所拥有的青春岁月，亦或是怨念全人类，希望一死了之却根本没有办法自杀成功的天气预报，这些替身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所施加给的限制。也正是因为此，才让这些人拥有了难以想象的恐怖能力。地狱公路呢，自然也是其中之一。由于 McQueen 的自杀欲望，而使得地狱公路根本就没有了限制，不论任何手段、任何伤害、任何地方、任何人。你比如说 McQueen 认为他想和艾梅斯一起死亡那么艾梅斯躲入了安波里欧的幽灵房间里，其依旧会被地狱公路所缠上，将自己淹入水池中。艾梅斯的上半身甚至是其呼吸系统中都会涌出地狱公路这个替身的身形，用来模拟水池中的这个窒息环境。被替身攻击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攻击到地狱公路，你也没有办法躲避，更没有办法反抗和避免。你不管电流也好火焰也罢窒息也好，甚至是上吊都是如此。根据公式书上的描述，连饿死都可以。也就是说，如果 McQueen 真的是有点脑子的人，他可以留在男子监狱里头绝食，亦或是跳楼，更甚者直接一棍子捅到自己喉咙里当场暴毙。显然这个人说是说自杀欲，却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嘛。
他在看到艾梅斯对于光碟在意之后他也有了探索欲望。你要说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有自虐倾向，在人格上极端自我，认为所有人都讨厌自己，不管是谁，他都认为是自己的天命伴侣，可以陪自己一起死亡。但是同时呢，他谁的话又听不进去，只以自己的内心想法所行事。他喜欢将他人的帮助行为当成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从而获得了新的自杀理由。总之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虽然是如此，但是我想应该没有人想被他的地狱公路这种连神父都评价其为纯粹的恶的替身给缠上吧。不过呢，你一旦被地狱公路所盯上的话，唯一打败其的办法就是趁本体麦奎恩自杀之前将其杀死，也就是说为了阻止其自杀，我们杀了他，或者将其击晕。而且这个过程不能让麦奎恩意识到，因为他有一种自杀的本能嘛，他会将你对他的攻击认为是我自己想要寻死，我就让你攻击我，从而如果他这么想了，你对他的攻击手段也会对你自己奏效。所以说漫画中艾梅斯击败他的办法也是通过他在触电、割腕以及自然自杀的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将其打晕，以此消除了他的替身能力。好了，我是冉琛，大家下一期想看我介绍第6部中的哪个替身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留言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